K12教育的崩盘已经是1个多月之前的事情了。虽然感觉现在说有点晚了，但是我还是想说说。一方面是自己做一个不正式的商业思考吧，另外一方面就是为了我在接受 K12教育的这么些年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尊重知识，探索商业，挖掘方法。大家好，我是都会大学毕业的贤武。我在这个地方先得跟大家说一下抱歉啊，您很容易发现就是您现在听到的声音和画面其实是不对位的，但这有点惭愧。我本来是打算带着我的收声话筒到曼哈顿的中央花园去边划船边给大家讲的，但是出门的时候走得太急，我忘了带这个话筒了，所以就导致我必须得要硬着头皮去录吧。完了之后录回来一听这个声音实在有点嘈杂，因为我第一次划船，有的时候不然把船给划到岸上了，撞到树里面了，所以非常的难受。所以为了能够做出一个更好的视听体验，我打算回来重新把我想说的话重新录一遍。Hello，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贤武。好了，先停一下，看看它的声音怎么样。停掉。作为一个标准的 Z 时代青年呢，我们见识到了 K12的诞生、发展繁荣昌盛，一直到最近的这个溃败。今天聊 K12的话，我们其实想用2个方式和2个方面吧。2个方式是指，一个是从我个人的经历出发，还有另外一个是从客观的火星视角出发，一个客观的一个角度，更宏观的一个角度来出发。那么2个方面的话，一个是我想从民生的方面来讲一讲K12教育，另外一个是想从国家企业转型的这个方面来讲一讲，中间呢可能也会穿插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之前大2的时候呢，我还在摩根斯坦利做过一次 stock pitch 就是介绍一只你推荐的股票，为什么要推荐它。当时我推荐的就是 TAL， 也就是好未来雪尔斯的这只股票。因此呢，考虑到我之前亲身的这些经历还有做过的这个 stock pitch 这些商业分析，我认为呢，我还是可以聊一聊这个话题的。回想一下，我第一次接触到 K12教育其实是小学2年级的时候，那会儿好未来其实有一个更响亮的名字叫做雪尔斯，不叫好未来。但是和现在不太一样的是那会儿的 K12课外班其实并不是那么好报名的，所有的同学呢在报名之前其实要经历一个选拔的考试。这可以理解，因为它有2个好处。第一个就是刚刚找上来的学生呢，就是可以让招上来的这些学生的水平整体偏高一点，之后升学的时候呢，会有一个非常好的结果，这样公司做宣传的话比较容易。另外一个呢，就是当初刚开始创业的时候，老师可能会不够多，而如果学生相对少，而且水平偏高的话，老师呢就可以花更少的时间去准备更高档、更高级的一些教育内容发给学生们，创造出来一种精英教育式的这种体验，这样的一种概念嘛，对。所以其实很明显能够感觉到的一个区别就是当时的讲义，我们当时上课的时候的讲义跟现在的讲义完全风格太不一样，不像现在这个包装都特别的好看。我们当时刚刚上课的时候每节课开始，老师都会抱着一大堆刚打印好的 A4 纸讲义来到教室里面，有些纸呢还是缺墨水的，白的一条一条。之后我们就看着他拿一个大的订书机，咔咔咔把它堆起来。完了之后定成一个个简单的这种讲义，对吧？就定一个角。然而呢，虽然当时硬件确实是不行，但是老师是真的牛逼，他们每一个问题呢都能够讲得非常的清晰，而且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挑逗出来学生比如说对于数学英语的各种各样的兴趣。所以说我为什么现在大学还是学数学呢？其实很大一定程度上就是当时在小学的时候上这种课外班打下的这个兴趣，还有非常坚实的这个基础。要是没有当时这些基础的话，我可能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学什么呢。上了初中之后呢，就没有再上过课外班了。但是到高中的时候，因为要准备出国嘛，所以又不得不上了一些英语课，也能够算是 K12教育了。但这个时候再一次回到培训机构里面的时候，我就发现，多年未见，为什么忽然一下这个课外班的这个教学水平一下子差了这么多？虽然这个教室什么里面大屏幕硬件还有非常好的那种教鞭都用上了，机构也都有了自己的这些很高档的教学楼，对吧？然而名师却一去不复返，我也再也没有碰到小学时的那些老师。此外还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发现所有的班级就不管是1班、2班还是精英班 whatever 的班，他们教的东西还有教课的模式是一模一样的，都是非常标准化的一个课程，并没有任何的变化。
这个呢，其实大概就是我从小学一直到高中这6年之间啊，大家能够在直观上面感受到的一个 K12教育上风格的变化。那么说了这么多我自己的经历，现在我们再换一个视角来看看，我们把咱们把这个视角从我自己的眼睛完了切到一个比较客观的一个上帝视角来看看 K12 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先说两个方面，一个是民生方面，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国家企业还有这个国家企业转型的方面吧。先说民生方面，我其实觉得这个很重要，太重要了。咱不妨先举一个案例吧。其实国内减负啊，这课内减负并不是我们国家的独创，早在上个世纪70、80年代的时候，日本还有韩国的经济腾飞，那会儿他们就已经开始忙活着课内教育的减负了。一方面是当初的社会啊，那些企业家，成功的企业家好多是白手起家，有点类似于我们现在就是70年代那种下海那种感觉，对吧？当时其实也并不会觉得这个文化水平如果多高，对于一个人的成功到底有多大的影响。所以呢，考虑到这一点，国家开始考虑减负。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日韩其实不可否认的也是受到了特别多的欧美的教育的文化和影响。我们都知道，欧美的这个公立教育啊，其实特别注重轻松学习、自由发展、快乐童年，对吧？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方面的原因，减负呢，在那会儿其实变得特别弱。这个其实和咱们国家一样，日韩这个政府要减负的真正初衷呢，其实并不是真的是让你减负，而是希望能够给学生们腾挪出更多的课外的时间，让他们能够有更高的自由度去自己决定自己想学些什么东西，自己想做一些什么事情。但这就过于理想化了。你没有想到的就是，当时国民素质其实都永远是不够高的，不少的家庭和学生完全没有办法，就是完全没有自驱力，也没有办法去决定自己到底该去学什么。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就很容易落入一个完全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样事情的困境。我们管这个其实就叫 peer pressure。在这种情况下 peer pressure 特别容易产生。因此呢，公立教育啊，就是课内的教育不断受到打压，就是政府颁布的嘛。而学生呢，就不断的互相竞争啊，加入私立学校，完了课外班，减负其实并没有减负，还反倒给学生带来了这各种各样的新的压力。这个情况啊，和咱们有点像，但其实也不完全一样。我们的情况没有他们糟，这很大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我们的公立教育体制是非常强势而且非常完善的。这一直以来，这些课外班呢，虽然很多，虽然也有点猖獗，但是他们都是再怎么说是一个辅助的方式存在，对吧？算是补习，我们都叫补习嘛。私立学校呢，在中国可能也不是特别的普及，也不是特别的主流，所以前些年的这些课外班的发展啊，虽然也发展挺大的，但也没有造成特别多的社会问题，多赚点钱，对吧？差不多得了。但最近呢，事情稍微有一点变化，毕竟这是一个万亿级的市场嘛，各路资本都盯了这么大一块蛋糕，那怎么可能放得过嘛，是吧？如果我有钱，我可能也想投点。因此，企业收了钱，所以肯定是要为资本来负责的嘛，他们也没有办法，肯定要追求这个效益，完了还有 return。那教育行业其实说到底呢，它也是类似于一个内容产业，从根本上它跟做 UP 主是有点像的。你说它跟做 UP 主更像，对，它跟做 UP 主可能更像，相对于做互联网可能更像做 UP 主一点，因为真正好的教育产品啊，它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复制的。我们都说因材施教嘛，所以你不能够复制，你必须得要对每一个学生、每个不同的班级做个性化的定制。那如果不复制的话，又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规模起不来。所以这为什么导致了？这就是为什么解释了我在高中报班的时候啊，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发展，我们看到其实这些 K12 的教育提供了，再也不是我小学的时候提供那些特别精美的个性化的教育课程。那这玩意儿和民生有什么关系呢？很明显，其实现在 K12 的教育啊，并没有起到提高教育服务质量的作用。至少相比起之前的情况，它确实是这样的。看那个龟，那里有个龟，你看那有个龟。也正是因为这样一个情况，所以现在很多这个产业它并没有尽到他们应该尽到的责任，那就是要提供更好的教育服务嘛，对。然而他们却收了很多钱，还为社会无情的留下了很多的内卷，这是其一啊。另外一个其二，我也想给大家在这个地方讲一个案例。现在很多的小学啊，还有中学的老师手上呢，仍然是掌握着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利的。这个至高无上的权利呢，就是比如说期中还有期末考试的命题权。
如此大权在手，老师简直就是一个小的独裁者。在一些体制之内的话，这些老师可能就会考虑着是否可以趁着 K12 的这个乱流，就考虑是否把自己的权利变现的事情了。比如说，我听闻本来有这样的一些事情，就是本来在义务教育之内有责任必须要在课内讲清楚的一些必须要讲清楚的一些知识点，老师呢他可能故意的不在课堂上把这些事情完全讲清楚，并且含沙射影的，比如说在通过家长会各种其他的渠道，让这些学生的家长知道自己其实在课外有报班有开班。那么家长听到这个呢也没有办法，因为他们希望让自己的学生考到好成绩，有了好的成绩才能够升好的学校中学，再还升更好的大学。那这其实就所以变相的这些家长就没有办法，就只能去报老师的班了。那这样的事情其实听起来很荒谬，但是非常的常见。因此你都考虑到已经发生这种事情了， K12 俨然已经是触碰到了这个义务教育的最低的底线了，这肯定是一个民生的问题。而当商业已经触及到了一个非常基本的民生问题的时候，那往往肯定是一个产业开始往不理性发展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国家站出来做一些规划，我觉得是一件非常有必要而且非常正常的事情稍微扯远一点，我们前段时间看到滴滴在美国上市，国家不支持。其实因为不同于很多在美国已经上市一些企业，这个滴滴它虽然是一个互联网的公司，但它其实不一样的是，它具有一点基础设施的这样的属性。像这种具有基础设施属性的这种公司呢，内部其实都掌握了几乎全部国民的这种路网数据他们交通的数据，这些数据是非常敏感的。而如果在国外一旦被泄露的话，那造成了这些民生问题还有后果是难以想象的。当然，这个民生问题绝对也不只是滴滴上市的唯一障碍了，但肯定是不可忽视的一环。那 K12 今天的一个境地，其实很大一部分程度上就是源自于民生问题，这里已经触碰到了一些本不应该触碰到的东西吧。另外，我们其实也能够换一个方向另外，我们也可以从现在的 K12 教育上以小见大，看出来国家产业改革的一些决心吧。其实我们之前一直说中国制造，那些全都是各路前辈努力加上时运共同创造出来了，对吧？要是没有92年的这些谅解备忘录，我们现在可能距离中国制造可能还有一定的距离，说不定也有可能就变成印尼制造了呢，对吧？但我们大家一直要提倡说要从中国制造变成中国创造嘛，毕竟中国需要自己的产业和品牌，而不是在整个供应链里面充当最低利润的一个环节。这也就是为什么国家也希望一直能够转型，让自己的这些产业从低利润到一个高利润，希望中国能够真正的创造社会价值的这些产业能够更多的出现。但反观我们现在如今的 K12 呢，其实和曾经不太一样的是，在大规模的资本扩张之下，这个产业所带来的教育品质呢大不如前，而是通过更多的人参与到其中来扩大产业自己本身的利润，并没有完全解决这个公立教育的不足，还反倒造成了严重的内卷现象。插播一下我们一些数据我记得我当时小学那会儿的时候，我算报班报的很多的了，但再怎么着我也绝对不会报超过3个课外班，其中还有一个是小提琴兴趣类的课外班。但你现在随便找一个中小学生问一问，谁不是5个班以上的？之前约了一个小学生的一个家长一块吃饭，我当时问他这个小朋友说，小朋友你想什么时候吃饭啊？想什么时候一起吃饭小朋友就端起胳膊，完了想了想，就非常成熟的跟我来了一句，我的档期很满的感觉有一点可笑，但其实仔细想一想也觉得有点可悲，这么小的小孩子能说出这样的话，对吧？因此过度的课外教育其实并没有带来更多的社会福利，而仅仅是为了赚了更多钱，反倒还是留了更多的社会竞争。最近其实发生了乱七八糟的事情还蛮多的，我印象中好像在高2的时候跟我妈在晚上吃饭的时候，在 CCTV10纪录片的频道上看到一个广告，好像说是讲中国企业家们的故事的，里面我记得非常清楚，有王健林大大马云大大俞敏洪大大，很多特别知名的企业家都接受了这个采访。如今看来呢有点唏嘘K12 的这个轰然倒塌，其实也是再一次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因为我们其实一直以为垄断是被打压的唯一的一个原因，是造成社会分配不公平的一个罪魁祸首。但其实我们现在仔细再看看的话，好像
也不完全是这样，那只是一个表象。而我其实认为，我们真正想看到的，其实是有更多具有真正社会责任感的企业，以及真正能够创造更多社会价值的产业，能够在中国我们的国家一点点破土而出。社会责任感呢，其实就是我刚刚就要对应我刚刚所说的这个民生；社会价值呢，其实就是要对应我刚刚所说的这个企业转型。因此呢，为了能够实现这样的方向我觉得其实现在的管制和规划真的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他们的确是能够为新生的产业还有后生的一些创业者留下更多创造价值的空间吧。我呢，作为一个今后会回国并且很希望能够创业的人，我其实觉得我们这一代的朋友们和之前的企业家们可能最大的不同一点，就是现在很多的创业者相比之前可能更希望能够做出来一个在产品意义上、在社会价值意义上伟大的企业，而不是尝试要去收获尽可能多的利润。或许我们享受了前辈，或者是因为我们是享受了前辈留下来的很多的福利，已经有了比较富足的一个生活，所以才会有一些更加远大的一些创业梦想吧。K12现在倒了下去，其实也并不会完全消失，社会呢仍然是需要他们提供很丰富的教学资源来弥补课内的一些不足和需要吧。只是这些产业可能需要在更加理性的范围之内，毕竟教育还是国之根本。我认为将来的 K12教育呢，可能更多的会从事一些小而美的教育课程，而并不是像现在这样大规模的规模化的资本运作 copy paste 这样的教育课程。时代的车轮滚滚而过，我其实之前好像在什么地方听过谁说过一句话，谁说的忘了，但大概意思就是一个公司的发展是其和它所在时代的双人舞。现在的 K12的时代呢，其实已经过去了。那些曾经因为减负站起来的企业，如今也因为减负摔下去了，也是别有一番深意。希望将来呢，我们这些 Z 时代的逐渐要成为创业者的这些朋友们，能够创造出来更多的新型真正能够创造社会价值的这些产业，并且也能够担当上更多的社会责任吧。行，今天就先聊这么多。尊重知识，探索商业，挖掘方法，这里是闲无小世界。今天跟大家聊 K12教育，聊的其实挺浅的，我还是比较嫩，但是我还是挺想聊一聊的。对，说错了不怕，如果我说错了的话，碰到业内人士，如果您觉得我说的有问题的话，请您一定要通过，要么是通过弹幕或者是评论的方式，请指正出来。我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改善我自己，提高自己对于产业的认识吧。行，那今天我们就先说这么多，我们下次再聊喽，拜拜。